你知道《城市猎人》原作是咋完结的吗？名字是不是很俗？对，1993年由王晶导演主导，由成龙老师、王祖贤老师主演的香港动作电影《城市猎人》就是改编自这部漫画。只不过港台版引进这部漫画的时候，把主角的名字本土化，翻译成了孟波。其实主角原版名字应该叫亚语聊，女主应该叫真春香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城市猎人》的这部漫画其实是由知名漫画家北条司老师于上世纪1985年至1991年期间，在集英社旗下的周刊少年Jump上连载的漫画作品，全篇共有336话，发行了35卷正篇单行本。北条司老师正是猫眼三姐妹的原作作者，而我们所熟知的《城市猎人》的140集 TV 动画版，实际是从1987年至1991年在日本播出的4季动画所组成的。但因为动画播出时漫画还没有完结，所以动画组对原作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使得动画更偏向于每集都独立的单元剧。但漫画里其实是有很明确的主线内容的。首先，亚语聊其实3岁的时候与父母坐飞机路过中美时遇到了空难，就亚语聊一个人活下来了。亚语聊被中美洲当地的游击队捡了回去，被培养成了少年兵，并与当时的当地的各个军阀势力进行混战。亚语聊也被游击队海原神看中，收为了养子，并取名亚语聊。而且亚语聊的养父其实在猫眼三姐妹的故事里面也出现过。还记得我以前做的动漫歪评的时候说过，猫眼里有一集有一个岛主逼着猫眼去美军基地偷武器吗？对，没错，那个岛主就是亚语聊的养父海原神。起初海原神人还没有那么坏，甚至为救亚语聊失去了一只脚。但随着游击队跟政府军战况越来越激烈，海原神的人性逐渐扭曲。为了胜利，他逼着自己的养子亚语聊吃了一种兴奋剂天使橙，使得亚语聊体能瞬间超越常人，并让亚语聊成功剿灭了政府军的一个叫海防组的部队。这个海防组后来在故事里面也出现了他就是开猫眼咖啡厅的店长原妙不可言。但此时亚语聊因为精神药物的副作用，身心一度出现了严重问题，形如傀儡。不过没过多久，亚语聊他们所在的游击队因为政变失败，整个队伍被新政府驱逐。海原神也因为野心不断膨胀，自己独自跑去组建了乐生会，在世界各地贩卖这个精神药物天使橙，以此牟利。而被抛弃的亚语聊为了谋生，他在游击队里的老上级的介绍下去了美国，自己组建了一个城市猎人，负责一些暗杀保镖等工作。结果亚语聊因为调查太深入，摸出了关于天使橙背后卖家的事情，导致乐生会也就是海原神创办的那个组织策反了黑手党，要杀亚语聊。甚至黑手党最终逼死了亚语聊在游击队时的老上司。老上司临死前叫亚语聊离开美洲，避免被追杀，所以亚语聊偷渡去了日本。亚语聊在日本的敌人搭档真村秀信，也就是女主她哥哥，此前在办理一起人口走私案时因为过失同僚被杀。真村秀信作为负责人引咎辞职，但他依旧打算做私家侦探，对付这帮黑帮，惩恶扬善。正好女主她哥遇到了偷渡而来的亚语聊，两人志趣相投，索性就组建了名为城市猎人的万事屋，接受各种委托。后来就跟动画演的差不多真村秀信因为追查违禁品天使橙时，导致真村秀信被乐生会杀害对，没错，又是海原神这个组织。后来海原神为了避免自己的组织被人查到，暗中派了好几波杀手来刺杀亚语聊，但几乎都失败了。最后海原神派了一个亚语聊在美国时期的好友来暗杀亚语聊，但这个好友跟亚语聊一样好色，甚至这个好友还喜欢上了女主真春香。本来这个好友就认为他根本杀不了亚语聊，于是这个好友准备放弃暗杀，独自回美国时，海原神气急败坏，派人把好友坐的飞机给炸了不过这个好友命很大，这都没有死，坠入了海中。结果海原神直接把这个好友从海里捞了出来，并给这个好友灌了天使橙，让好友成了自己听话的佣兵。此时海原神也是真憋不住了，自己亲自出马跑到了日本，引诱亚语聊上自己的船，好准备在公海上亲手了结了这个亚语聊。亚语聊另一个美国时期的女性好友玛丽得知了海原神要来杀亚语聊，便特地跑来日本，请了海防组一起来帮亚语聊。女主真春香也是非逼着亚语聊，带着他一起上船。最终亚语聊带着这几个伙伴上了海原神的船，大闹了一场。而亚语聊正好在船上遇到了被天使橙操控的好友，两人大打了一架。不过最终好友因为不想伤害女主真春香，从而唤醒了意识。这个好友为了避免再次被海原神控制，好友故意去摸电门，双手残废了以后才摆脱了海原神的控制。海原神见手下都被杀光了，最终干脆他自己跳了出来，要跟男主1对1的单挑。但海原神并不是亚语聊的对手，亚语聊一枪打穿了自己养父海原神的心脏，彻底解决了这个杀害亚语聊朋友的幕后大坏蛋。但漫画到这里其实并不是最后一卷，后面还讲了那个美国来的好友后来被治好了以后，赖在了日本，跟另一个妹子相亲相爱的故事，并且这个好
好友，后来住在了亚羽辽他们家的隔壁，同时还讲了海方祖和他的女友美素结婚的故事。但是到漫画的最后一话都没有讲清楚亚羽辽和女主真村香两人有没有结婚，故事最后是草草的完结的。不过在城市猎人完结之后，北条司老师跳槽去了新潮社的月刊 Comic Bunch 上，连载了一个叫天使星的作品。该作里面大部分的人名跟城市猎人是同名的，但设定上是城市猎人的平行宇宙。在这部作品里面，亚羽辽和真村香已经决定结婚，然后拍婚纱照的当天，真村香出车祸死了。后来他的心脏被移植到了宝岛台湾来的杀手李香莹的身上，而李香莹为了逃避原来的杀手组织，跑来投靠了亚羽辽，成了亚羽辽的养女。随后的剧情跟城市猎人类似，但天使星的主角换成了李香莹，故事也主要讲的是香莹的成长，而亚羽辽反而成了扫地僧一样的配角，负责帮李香莹最终解决各种问题。天使星熬的新潮社月刊 Comic Bunch 到停刊，天使星都还没有正式连载完。随后这个作品后来又去了德间书店的 Comic Zino 上继续连载，到了2017年才正式完结。结尾只说了一直跟香莹有暧昧关系的刘信宏终于得到了女神的香吻，两个人的暧昧关系更近了一步，但香莹依旧跟她的爸爸亚羽辽做着城市猎人，所以城市猎人的证据各位直接可以当做亚羽辽和真村香是官方钦定的 CP， 一定会在一起。好了，以上就是大致的城市猎人的原作完结剧情，你看完以后有啥想法？赶紧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吧。你还想看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3万，我就3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